香港金像奖历史上最让人震驚的一幕，也許是有驚人黑幕，也許是影壇大佬們的搞怪。今年專業精神獎嘅得獎者為香港電影服務超過30年，參與電影超過100部，係佢？但沒有一個人敢有反對意見。相反，當他出場那一刻，歡迎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嘅得主楊容蓮女士。劉德華、古天樂等影壇巨星紛紛起立為他鼓掌長達3分鐘。成龍親自為他頒獎，因為在頒獎之前，節目組找上他的時候，他也是一臉的不相信，生怕這是朝夕相處的孩子們的整蠱。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嘅得主。直到不可置信照進現實，一位68歲的女士步入會場，她是第37屆香港電影金像獎專業精神獎的得主楊容蓮女士。這位名叫楊容蓮的女士，既非明星也非導演，她的職業是茶水師，一個在電影行業中鮮為人知的角色。然而，正是這份看似不起眼的工作，讓她在過去的30年裡，穿梭於上百個劇組，默默見證了香港電影的輝煌與變遷。或許有些觀眾對楊容蓮有所印象，尤其是在周星馳的電影《算死草》中，他扮演了一個出場僅幾秒鐘的小角色。佢用隻3隻腳幫我個頭，係咁幫咁幫，左右幫右幫，係咁幫係咁幫係咁幫。儘管他並非專業演員，但他的表演卻帶來了特別的喜劇效果。實際上，在客串周星馳電影之前，楊容蓮已經在劇組擔任幕後工作長達10年，在許多劇組中，她都是不可或缺的存在。楊容蓮出生於廣東，年輕時隨丈夫移居香港，由於家境貧寒，她未曾受過正規教育，甚至連字都不識。初到香港時，兩人生活十分艱難，為了生計，楊容蓮做過各種辛苦的工作。1988年，30歲的她經人介紹進入劇組，開始擔任服裝助理，主要負責熨燙和收拾明星換下的戲服。但由於劇組人員眾多，加上她不識字，常常將演員的衣服弄混，這份工作對她來說是個巨大的挑戰。2年後，她轉行成為劇組的茶水阿姨。我個職位係茶水嘛，我係一個唔識字嘅人，都可以揾到呢份人工。咁你一個女人仔出嚟揾到咁多錢，你係咪要好尊重呢一份工呢？起初，楊容蓮以為茶水師的工作很簡單，就是在演員或導演休息時遞上一杯沖泡好的茶水。但實際工作後，他發現這份看似簡單的工作實則包含了許多細節。他不僅要記住每個人的喜好，還要懂得察言觀色，在恰當的時機遞上茶水。有些人不喝冷飲，只喝熱飲；很多導演不喝茶，只喝咖啡。每個人的習慣都不同，不是那麼簡單的，不是說隨便倒水就行。你要觀察演員和導演是否有空，攝影師是否有空，你要找到一點點空隙才能遞上水。有時候還要看人的臉色，如果別人不開心的時候你去遞水，他們可能也會不開心，你自己也會不開心，但這是你必須做的，因為人們需要喝水，對吧？在劇組開工前，楊容蓮會提前到現場，了解每位導演和演員的口味，按照他們的喜好準備當天的茶水。只要劇組一開工，就能看到他提着沉重的茶水籃子在幕後穿梭的身影。開工的時間比較長，比如早上6點開始，4點就要起床，至少到晚上7點或8點才收工，一天要工作10幾個小時。1991年那時候，91年嗰陣時，91神雕啊，同埋 Game Boy 小子啊嗰段時間咧，即係7日冇翻過嚟屋企嘅。拍完兩部嘢之後咧，翻到嚟屋企咧，真係好似死咗一樣嘅。搭咗個梳化度已經瞓着咗啦，涼都冇沖過瞓着咗，瞓咗幾日，瞓咗2日先起身。在楊容蓮剛入行時，按照規矩，她只需負責現場導演和演員的茶水。但一段時間後，細心的她發現，整個劇組中最辛苦的並非台前的演員，而是扛着沉重機器拍攝的幕後工作人員。這些設備很多都有幾十斤重，工作人員一扛就是一整天，是一項實打實的體力活。因此，心軟的楊容蓮也開始順便照顧起工作人員。我請你翻嚟咧，係照顧導演啦、演員啦咁嘅啫，你唔使點樣照顧人。做下規矩嗰個係我先嘅，以前咧茶水冇咁辛苦嘅，但係後尾照顧下，覺得哎呀，個個都好似好辛苦啊。開到幾十杯啊，開下，越開就越多。或許對許多人來說，這只是多幾隻杯子的事情，但對於不識字的楊容蓮來說，每多一隻杯子就意味着多一分拿錯的風險。
为了避免出错，杨荣莲开始在杯子上贴好标签，把每个人的名字写在上面。因为不识字，他只能靠记住每个字形状的不同来分辨杯子的主人。就这样靠着死記硬背的方法，楊榮蓮幾十年來都沒出過什麼錯。初嗰陣時咧就真係幾困難㗎，因為我又唔識字啦，咁我要靠認喎，即係靠認嗰啲名，即係呢個名就係佢嘅，呢個名係佢嘅咁好辛苦認得咁啊！千祈唔好攞錯杯啊！攞錯杯咧俾人鬧㗎。正是靠着這份絕對的細心和責任心，楊榮蓮在茶水行業一幹就是30年。香港幾乎所有的明星藝人都在劇組受過他的照顧。破鏈姐梗係識啦。我入行嘅時候個破鏈就喺度啦。我以為每個茶水都叫破鏈嘅。Pauline 一定會照顧得你好好，佢就會好早會問定你食乜嘢啊嗰啲咁樣，就會準備好俾你嘅。總之佢已經成為咗一個茶水嘅代名詞。對於這些知名藝人來說，送茶水看起來是一件普通不過的事情，但其實非常重要，必須從一個自己信任的人手中接過，才能放心。而楊榮蓮正是這樣的人。蓮姐其實在這個行業裡面已經很多年經驗，我相信她應該是其中一個人看我出道的。從小就前幾部的電影跟他合作認識他，蓮姐在我們很安心，因為肯定我們會吃得好，然後在我們真的是很需要他的時候，他都會在我們旁邊照顧我們的那個生活。他贏得了無數明星的信任，讓許多大牌藝人可以安心喝下他遞來的茶水，並且很多新演員也特別喜歡他，得到楊氏肯定是他們一天最開心的事情。當高海寧知道說啊，今天蓮姐來頒獎啊，他說蓮姐對我來非常重要。那個時候他還是一個小演員的時候，他有幸去客串一個角色在劇組。通常水只是一個紙杯，但是蓮姐很好，她找了一個杯子，貼了一個臨時的膠布上去，寫着高海寧。然後突然間高海寧就覺得，哎呦，我是一個演員啊！所以對一個一般演員來講，這個是一個非常的鼓勵，也是對他一個肯定。能夠贏得影壇台前幕後大咖與新人，所有人喜歡與信任，這正是金像獎為楊榮蓮頒發專業精神獎的原因。雖然這個獎項比較冷門，比不上大家熟知的影帝影后，但它的分量卻絕對不輕。2005年的時候，成龍就曾在李安手上接受過這個獎杯，以肯定他對香港電影事業的發展做出的突出貢獻。你今年拿不到金像獎不要緊，努力拍電影，明年你可能拿得到，但是你想拿我這個獎，你還要等30年。在成龍拿了專業精神獎的13年後，他又親手把這個獎項交到了楊榮蓮的手中。為了給他頒這個獎，成龍特意從國外飛回香港，只為表達對他多年辛勤付出的敬意。去攞呢個專業精神獎，我係義不容辭，今日飛翻嚟為佢站台，為佢頒呢個獎。當我哋拍電影嗰陣時，我哋可能唔知道呢個人嘅存在。金像獎給予楊榮蓮專業精神獎，是對他30年幕後工作的最大肯定。不過除了幕後工作，楊榮蓮其實也在不少電影中客串過小角色。除了之前提到的算死草之外，熟悉古惑仔系列的觀眾應該對他也不陌生，因為他在每一部古惑仔裡都有出鏡。在古惑仔之人在江湖中，和陳小春一起在電梯裡的大媽就是楊榮蓮。另外在無間道、玻璃樽等經典作品中，仔細找找也都能看到楊榮蓮的身影。第一次做臨時演員就是在劉偉強的那些古惑仔電影裡，他就讓警察埋位，我說好啊，那就做個角色吧，你不用說什麼，沒什麼講的，就這樣整天在電梯裡。那時候很害怕，對着鏡頭就很害怕，後來他埋位埋得多了，就哪個叫我埋位我都不怕，已經習慣了。真的是在古惑仔裡最煩得多位，每部古惑仔都有我的份。雖然楊榮蓮在台前幕後都是不受矚目的小角色，但他也是在劇組中絕對不可缺少的一個角色。所以當他獲得金像獎時，台下所有的巨星都自願成為配角，讓舞台上的楊榮蓮成為最閃耀的明星。有人說為他頒獎，就像在為香港電影本身頒獎一樣。幾十年來，正是有像楊榮蓮這樣甘居幕後，日復一日為香港電影奉獻的無名配角，才能在熒幕上為觀眾呈現出一部部傳世佳作。他們平凡而偉大，在無人知道的角落裡陪伴着香港電影的興衰，而他們的一半人生也跟着印刻進了這段光輝歲月之中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。
如果您对本类内容感兴趣，一定要点赞订阅。我们下期再见。